马拉松战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换个角度看世界，带给你不一样的新知识。你跑过马拉松吗？其实会有马拉松这项运动，是为了纪念古希腊长跑运动员费迪皮迪兹在马拉松战役的贡献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你的小小订阅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分享创作，赶快分享出去吧。从前，在西元前500年到西元前490年间，在希腊和波斯间有一场重大的竞赛，但这不是运动会之类的比赛，而是生与死的较量，是弱小的希腊王国和强大的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。大约西元前500年时，一位名叫大流士的人成了庞大波斯帝国的新任国王。有一天，大流士闲来无事，拿起地图欣赏自己所拥有的疆域，然而他却发现，即便地图上好大一片都在他的统治之下，希腊这么小的国家居然还不属于他，顿时觉得非常遗憾。大流士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让希腊这块土地为我所有，让我的帝国版图锦上添花。除了这个原因之外，希腊人曾帮助属国反抗他的统治。大流士说，我一定要惩罚希腊人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，然后把他们的国家纳入我波斯帝国的版图。之后他召来女婿，命他远征希腊。他的女婿奉命行事，带着一艘战舰和士兵出发去讨伐希腊了。但是在抵达目的地之前，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把这艘船摧毁了，他不得不返回波斯。大流士为此非常愤怒，他对女婿大发雷霆，同时也痛斥那个毁掉战舰的天神。当时的人不了解自然现象，总认为天气变化是由神灵操控的。大流士下定决心，准备下一次亲自率领大军去讨伐并占领希腊。不过他先派了信差去希腊所有城邦，要求各个城邦必须送一些泥土和水给他，以此表明他们愿意主动把土地献给他，成为他的属国，这样就不必大动干戈了。希腊许多城邦都畏惧于大流士的威胁和强权，立刻照他的要求送去了泥土和水。但是小小的雅典和斯巴达却都拒绝这样做。雅典人抓住大流士的信使，把他扔进井里，说，那里是给你的水和泥土，你请便吧。斯巴达人也是这么做，把他扔进井里，说，那里是给你的水和泥土，你请便吧。于是这两个城邦联合起来，并号召邻国加入，为保卫自己的国土，抵抗大流士和波斯。大流士准备先征服雅典，再进攻斯巴达。要到达雅典，波斯军队必须先乘船穿过大海。在那个时代，想让船前进，只有用帆或桨。要造一艘用很多桨行进的大船，就必须要有很多的划桨手，要有3排人，上面1排，船两边各1排。当时这种船叫做3排桨战船，就是说船上要有3排桨。而大流士的军队要乘船去希腊，需要大约600艘这样的大型战船。除了划桨手和船员以外，大约每艘船上有200名士兵。你可以自己算算大流士的军队有多少士兵。一共600艘船，每条船上200名士兵。不错，一共是12万名士兵。这一次，波斯人没有遇到暴风雨，他们划桨穿过大海，安全抵达希腊海岸。他们停泊的地方叫做马拉松平原，这里离雅典只有大约42公里。你很快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要强调42公里这个距离了。雅典人得知波斯人已经快要兵临城下，他们急需斯巴达的支援，因为斯巴达人曾经承诺会来帮忙。可是那时候可没有电报、电话或是铁路，除了派人去斯巴达送信，没有其他别的办法了。他们就找了一个有名的长跑运动员费迪皮迪兹去送信。费迪皮迪兹立即动身。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距离
大约241公里。他不分化夜的奔跑，几乎没有停下来休息和吃喝。第二天，他就到了斯巴达，但是斯巴达人却回信说，他们不能立刻出发，因为月亮不够圆，而在非满月的时候出发会遇到厄运。斯巴达人说他们会等到月圆时再出发，可是雅典人等不了了，他们知道波斯人在月圆之前就会到达雅典，一定不能让波斯军队兵临城下，因此所有的雅典士兵都离开了雅典城，前往42公里以外的马拉松平原迎敌。雅典人由米泰亚德将军率领，他们只有1万名士兵。此外，邻近的一个小城邦一向和雅典友好，愿意支援他一起对抗波斯。他们派来了1000多名士兵，他们汇集了一共11000名战士。如果你算一算，就会知道波斯士兵大约是雅典士兵的10倍多，也就是说10个波斯士兵对付1个希腊士兵。不过我们知道，希腊人都是训练有素的运动员，良好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强健，这一点波斯人可比不上。所以尽管希腊士兵很少，人数众多的波斯人却被他们打败了，而且是败得一塌糊涂。当然，一方面是因为希腊人相比波斯人来说，都是受过长期训练、英勇善战的士兵，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，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战。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寓言故事，就是猎犬追野缅的故事。野兔跑掉了，猎犬因为没有抓住野兔而受到了嘲笑。猎犬回答道，我只是为我的晚餐而跑，野缅却是为保命而逃啊。波斯的战士不是为了他们远在大海那边的家园而战，对他们来说，谁赢了战争都和自己没多大关系，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雇佣兵和奴隶，只是听从王命行事罢了。这场仗打赢了，希腊人当然欣喜若狂，而那位著名的长跑运动员费迪皮迪兹立刻又从马拉松平原出发，把令人兴奋的捷报带回42公里以外的雅典去。他一口气也没歇息地跑完了这42公里。几天前，他才跑到斯巴达又回来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休息。而这一次他又跑得那么快，所以当他跑到雅典，气喘吁吁的把消息告诉街上的雅典人后，马上就倒地身亡了。为了纪念这次著名的长跑，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有一个项目，就叫做马拉松比赛。在这个比赛中，运动员也要跑同样的距离42公里，来纪念费迪皮迪兹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之一。强大的波斯军队被区区一个小国和他的邻居击败了，波斯人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自己的国家。喜欢这次的故事吗？如果有其他想了解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